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说预期寿命这个话题。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2024年8月29日发布的消息，中国2023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6岁，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我们来看看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2023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根据公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6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0万分之15.1%，婴儿死亡率下降到1000分之4.5%，均为历史最好水平。公报显示，卫生资源总量持续稳步增长。2023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107万0785个，人均卫生总费用6425.3元，中国国家卫生总费用占 GDP 的比例为7.2%。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国各省人均预期寿命。我们可以发现，人均预期寿命比较高的，也是经济水平相对来说最高的省、直辖市以及特别行政区，比如香港、澳门、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等。因为我是广西人，所以我们特别看看广西。这个表格是2021年的数据，广西排在第16位，但是我们说第17位，因为呢要把台湾省把它加进去。台湾人均预期寿命大概是不到81岁，但是呢比浙江稍微长一点点，所以呢如果把台湾加进来，那就是在全中国是第6位，然后浙江省就变成第7位，其他各个省份都往后延一个名次，就是说广西就变成了第17名。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西藏、还有云南省、还有青海省、贵州省，他们这几个省以及自治区平均预期寿命都比较短，或者是最短的省份自治区。为什么呢？我觉得跟他们的这个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全部。最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还是，比如说西藏，它有人居住的地方，它的海拔是最高的，一般是超过4000米。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的空气呢非常的稀薄，也就是它的氧气的含量比较少。是不是对人的大脑啊，以及对人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云南省在云贵高原，对吧？也一样，它的人均预期寿命也比较短。青海还有贵州也一样，青海它也在青藏高原啊，对不对？所以他们的人均预期寿命真的要比其他的省份明显要短得多。比如说，几乎同在一个纬度的云南省啊，还有贵州省，他们的人均预期寿命要比广西要少好几岁，而且广西与贵州、云南相比，经济发展水平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他们人均预期寿命要比广西短很多，可能是与他们的高原气候有关吧。广西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8.07岁，其中女性预期寿命达到82.34岁，男性只有74.31岁，相差8岁啊。我们再看看这个排名啊，比如说海南省，他们女性与男性他们平均寿命相差大概7.5岁，贵州省相差6岁多，福建省相差6岁，重庆相差6岁，广东也相差6岁，四川也相差6岁，云南也是相差6岁。你看，全部中国南方的省份，女性的寿命要比男性长得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值得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去分析、去研究啊。北方的呢，唯一例外就是河南，河南的女性比男性多活6岁，其他的省份、自治区呢，差别都要比南方的省份要小。我发现这个有趣的现象之后呢，肯定会有所思考。就我观察我老家广西桂林那一带的人，我觉得从他们的生活方式可以做一些解释。我觉得我们那里绝大多数的男人都抽烟喝酒，这个陋习啊特别明显，而且我们那个地方的人是喝米酒，大多数是喝高度酒，加上特别是农村地区，绝大多数男性都抽烟，抽烟喝酒又是高度酒，那么喝酒的话对胃很不好，对吧？抽烟对肺可能很不好。这两个原因导致了我们那个地方的男性可能，比如说我们那个地方男性的胃癌还有肺癌发病率比较高，比女性高得多。另外，大家是否知道全国有个排名，就是各省市各地的水质排名。其实广西的水质是非常靠前的，
另外，像云南呀、贵州啊这种省份，他们的水质也相当的好。广西的水质是全国最好的，但即使这样，你看广西的男人人均预期寿命只有74岁多，相对来说，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排在比较靠后。相反，广西的女性82.34岁，排在很靠前的地方，位于第6、第7左右。广西相对来说，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是比较靠后的啊，但是它的人均预期寿命平均来说居中间，但是女性是非常靠前的，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说明了广西一个是水质、空气非常好，另外一个呢，广西的女性她们的生活方式与她们男性相比更加健康。比如说，我们南方吃的蔬菜水果要比北方更多，可能这是导致虽然比如说广西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可是广西的女性她们的预期寿命比较长的原因吧。这是我的观察，我不知道有没有科学根据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看世界银行2023年的数据。我们先总结一下吧。全世界人均预期寿命，日本达到84岁，德国81岁，中国79岁，美国只有76岁，俄罗斯只有69岁，而印度只有67岁。垫底的呢，一般都是一些非洲国家，比如说尼日利亚只有53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世界银行2023年的数据，各国人口预期寿命列表。我们看这个列表，一共有多少个经济体呢？不是国家，是经济体啊，一共有201个。第一名是新加坡86.61岁，香港85.49，澳门85.4，日本84.45，你看都是东亚的啊。然后到瑞士83.85，接下来是南朝鲜83.53，这个法罗群岛好像没有听说过，估计也就是人口几万的一个经济体，但是放在这里呢，与人口过亿的，甚至像中国这种超级的14亿人口的国家相比，我认为呢，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也是不公平的啊。像马耳他，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冰岛也一样，人口几十万，卢森堡也是。我们再继续往下，我们看看德国排在第29位，它的人均预期寿命是80.9岁，不到81岁啊，45入吧，81岁。但是我们看看法国的经济啊发展没有德国那么好，但是它的预期寿命要比德国长，那为什么呢？其实与德国和法国人之间他们的饮食习惯，我认为有很大的关系。相对来说，德国人的饮食习惯呢比较多的什么肉啊，蔬菜相对来说比较少，油炸的比较多，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比较多。法国相对更健康一些，所以你看它的寿命要比德国长。像这个什么海峡群岛呀，不知道它应该是一个英属的什么殖民地吧，放在这里我觉得不合适。塞浦路斯的人口也比较少。另外呢，比较少的是什么马因岛啊、美属维尔京群岛呀、马尔代夫这种，还有法属什么波利尼西亚呀，都是人口很少的。百慕大甚至呢人口只有7、8万，还有这种也是。所以呢，把这些袖珍国、袖珍经济体把它排除的话，其实中国的排名是非常靠前的。也就是说，中国在过去这些年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啊。像这个表在超过200个经济体，在47名已经非常非常靠前了。美国排在58位，而中国呢47位，在这里啊，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要比美国的还高，你们能想到吗？我们再看一个啊，老是想与中国比较的印度这个国家，它排在146位，比较靠后了。它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67岁，比中国整整少了11岁啊。我看到这个数据呢，很震惊的，就是南非。南非号称当时的非洲发达国家，对吧？你看它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62岁，45入，对吧？62岁。排在世界170位，已经非常靠后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自己对南非不太了解，万一有在南非的华人朋友呢，请大家呢给我们扫一下盲啊。
是不是因为那里的经济发展现在特别不好，然后那里治安也不好，或者他们的卫生保健方面做得非常不好，所以导致了他们人均预期寿命那么短，才62.34岁，也就是说要比中国少了整整16岁。而且人均预期寿命最短的一般啊，或者几乎啊，都是这些非洲国家，对吧？我们看这个尼日利亚，它是一个非洲人口第一大国，它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52.68岁，也就是说一个尼日利亚人要比一个中国人少活26岁。好，接下来我们具体看看各国以及地区的数据吧。看了刚才那个表格之后，我们来看看几个主要国家的医疗开支与人均预期寿命，看看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我们先看中国，2023年中国全国卫生总费用为90575.8亿元，其中政府卫生支出占到26.7%，社会卫生支出占到46.0%，个人卫生支出占27.3%，人均卫生总费用为6425.3元，卫生总费用占 GDP 的比例为7.2%。如果考虑到个人卫生支出占27.3%，我猜这就是自费的比例吧。那么平均个人自己支付的费用在医疗卫生方面为6425.3乘以27.3等于1754元。接着我们看日本，2022年日本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为352000日元，2023年平均汇率为1元人民币兑换20日元，就是说折合成人民币2022年日本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为17600元人民币。考虑到每年都会有所增加，估计2023年的支出约为中国的3倍。网上资料显示，日本的医疗方面自费比例约为30%，比中国的27.3%稍高。考虑到日本的人均 GDP 约为中国的3倍，所以两国人民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几乎是一样的。2023年日本人均预期寿命为84岁，中国是79岁。好，我们看德国，2022年德国的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是4981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4万亿人民币，占德国 GDP 的比例为12.9%。在医疗卫生方面，德国平均人均支出约593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47000人民币。卫生支出方面，德国人均支出是中国的7.3倍左右，而德国人均 GDP 约为中国的4倍，所以德国人均卫生支出大大超过中国。但是另一方面，德国的医保是几乎全包的，就是说几乎没有自费的，处方费及平日一些不属于医保的药要自己掏钱。由我们前面看到的世界银行的数据来看啊，德国2023年人均预期寿命为81岁，仅比中国的79岁多了2岁。我还发现2个有趣的现象，相对来说啊，像东亚人的他们的人均预期寿命相对都比较长，可能与东亚人的饮食习惯有比较大的关系。相对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东亚人吃的东西可能更健康一些，油腻的更少一些。我们看德国，它人均预期寿命为81岁，但是它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是中国的好几倍。德国的经济发展自从工业革命以来领先中国100-200年，但是它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比中国多2岁，这是什么原因呢？据我在德国的观察，与德国人的饮食我认为有非常大的关系。他们的饮食呢不是特别健康，油腻的非常多，高热量的比较多，高脂肪的，然后他们相对来说运动量更少一些，吃的蔬菜也比较少。我认为这是几个原因吧。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西方人相对来说，比如德国对于大麻呀、对毒品的政策比较宽松，比较容忍。特别是现在大麻合法化之后，可能吸食大麻的人更多。另外呢，你想搞毒品、想吸毒，比中国绝对容易太多了。我们现在来看看美国，例如2019年，美国公民人均医疗支出为11582美元，这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23年公布的数据，公布的是2019年的
这个数据呢是德国公民的2倍。如果有数据的话，那美国2023年的数据估计会大幅提高。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统计，2022年美国全社会用于医疗的支出为 4.5 万亿美元，占 GDP 的 17.3%， 人均达到13493美元。在医疗费用中，联邦政府是最主要的买单者，支付了约40%的费用，其次是私人保险公司，支付了约30%的费用，而民众个人支付的比例为 11%。 根据德国某金融网站的数据，2023年美国的医疗支出上升到 4.8 万亿美元，比上年提高了 6.7%， 那么人均支出约为14392美元。2023年美元与人民币的平均外汇牌价为 7.08， 就是说2023年在医疗卫生方面，美国人均支出约为人民币101900元，几乎为中国的16倍。自费部分中国为1754元，而美国约为11209元，是中国的 6.4 倍。但是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9岁，而美国只有区76岁。大家细品，对于大麻呀，对毒品的政策比较宽松，比较容忍。你想搞毒品，想吸毒，比中国绝对容易太多了。美国我们都知道它已经毒品泛滥了，对吧？很多州大麻合法化，然后呢，很多州他们的毒品已经泛滥失控了，比如费城，比如洛杉矶，比如纽约等等等等，对吧？他们公然在公共场合在街上直接打针，打到自己的肉里，就是打毒品、芬太尼等等。所以我认为不仅是新冠原因导致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另外的原因呢，就是在美国毒品可能是造成很多人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不知道这样的解释、这样的观察有没有道理。我们现在看看俄罗斯。根据 Statista 网站数据，2023年俄罗斯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为919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6500元，与中国几乎持平。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9岁，而俄罗斯呢少了10岁，只有69岁。最后我们看看印度。据网上资料，2023年印度人均医疗卫生支出仅为 28.93 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05元。中国是它的31倍，或者印度的医疗支出仅为中国的 3.2%。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79岁，印度呢只有区67岁。时间关系，其他国家就不用看了。所以综上所述，美国的医疗支出最昂贵，占 GDP 的比例最高，达到 17.3%。其次就是德国，它的医疗卫生支出占 GDP 的比例为 12.9%。日本呢占 10.9%， 中国占 7.2%。印度这个国家，他们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占他们 GDP 只有区 1%， 而低收入国家这比例都达到 1.4%。所以说印度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是特别低的。前面看到只有中国的 3.2%， 也就是中国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呢是印度的31倍。好，朋友们，今天就中国卫健委昨天刚刚发布的消息，中国2023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8.6 岁，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而且在全世界处于前列。我们再看看这个人均预期寿命这个表，在这个表上中国是40多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前面有一些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所谓国家或地区，它其实呢有些是比如说英属的什么什么某个小岛，那个所谓的政治实体可能只有区几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村或者一个小的镇，它也在排名。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几万人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排名上，一个只有区几万人或者10万人的政治或者经济实体，跟一个上亿的，甚至像中国这种14亿人口的大国相比，应该没有可比性。所以像这种排名，应该把这种很小的实体把它去掉，然后才能显示比如说像中国真正的排名。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这个名单，上面这些在世界地图上你用放大镜、显微镜都找不到的所谓经济体或是国家，把它们去掉，那中国的排名就非常靠前了。
大概在20多位到30位左右。全世界在这个名单上大概有200多一点。在全世界呢，联合国的承认的国家是193个。所以这样看的话，中国人啊，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比很多所谓的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都要长。我们前面看了，比如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是79岁，而美国呢只有76岁。前面我们看了很多这样的数据，美国在医疗方面的支出啊是中国的数倍。比如说2023年，它全美国啊医疗方面的支出甚至达到几乎5万亿美元啊，天文数字，对吧？可是他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却比中国短3岁，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留给网友们，所以希望各位在评论区踊跃发言。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